台湾人是一个爱与和平的民族，但是中共一直在威胁我们。他们自己的说法是用武力解放台湾，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要由中国人来决定，但我相信台湾人其实是想决定自己的未来，来体验以及探讨台湾老百姓面对战争的威胁。欢迎收看《国防自己搞》。台客今天跟一般的课程很不一样，因为我们每一个学员都希望我们用不到今天所学的一切。还记得手指头刚刚偷偷放进去了啊，已经被中共威胁大概70年了。那我觉得我们确实有点忽略了国防这边的事情，民众也应该要有所参与。但我们不是在教大家要打仗，我们要学习的是认同我们的国家，认同我们的军队军人他正在做些什么事情。那支持有很多方式，口号、行动，还有你自我防卫。好，2发。这好像真的子弹没有，这玩具，你不要吓我。你挖洞给我跳哦，训练用的都是训练用的，好，像是零榴弹，对，是这样子。是说这是玩具枪，没错，因为玩具给我的一个联想就是好玩啊，小孩子来这边玩。可是你们做的事其实不是这个啊，统称叫做玩具枪。可能讲玩具枪比较不会 get into trouble。对，就是这是玩具哦，好了，那没事，你们继续经营吧。这个很像真枪，真的非常像。这个你以为是真的对不对？这蛮像的，对，你不用担心。OK， 这里叫做 Camp 66，里面有一位美军有真正打仗的经验。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是 Richard Limon， 李查，你们可以叫我陆查。我是退役的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我用我的时间教别人用手枪和步枪。我的外公1972年来台湾帮忙台湾的空军修理飞机。那你喜欢台湾吗？是。那你最喜欢什么台湾料理？谢谢。Like, I asked, what's your favorite Taiwanese food? Gotcha. 小笼包。是。In Taiwan, after you get all this good training, pretty much proven that you know how to use a gun, you still have no certification. So if a war really happens, you can't get them. Civilian industry, be it here, and as we've seen in the news, one gentleman wanting to do was 300 million NT donations trying to get civilians ready for combat or for firearms training. So that would be a step in the process. Right. So there's hope for certification. Yes, this would at least get the ground steps moving. I have my finger right below the barrel. Now again, it doesn't work for everybody. There's an instructor says, everyone has to be the same. My eyes are not yours, my body is not yours. Yes. Stand straight, back straight. You're the boss, not the gun. It's a heavy gun. This is a heavy gun though. No, that doesn't have the red dot sight, no laser, and no flashlight. Wow. And you're out. Wow, it is kind of heavy. Well, no, not necessarily heavy. Yeah. Different experience. I can do it one-armed. But here's the thing, do you have the experience? Simply insert the magazine, just pull the slide, fix your toes, and just aim like you did before. Exactly. 这边就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的假想敌。我必须老实讲，我们的对岸他现在为了成为世界强国，所以他的进步是非常恐怖的。如果你真的有认真去了解一下，它真的很恐怖。那我们大家看一下，这是他们现在最新式星空迷彩的防弹头盔，它有多轻？这真品，这边这个都真品啊，这边都真。现在只有枪是假的而已。这怎么取得？不要问，不要问，不要问。共军已经开始使用所谓的像 AR 形式的一个步枪，第一线部队都已经换发了，而且它比较让我们担忧的是说，它使用的是5.8口径的弹药。它比我们现在所使用的5.56弹药的威力更强。那当然，你不要说5.8跟5.56才差那么一点点，但是在火药量跟它的穿透性上面，它就是略胜一筹。我们的防弹，我们的所谓的防护设备，是不是足以去抵抗？这是我们现在稍微比较要担忧的部分。战术脚架、枪灯、折叠式罩门、瞄准镜的部分，不管是内轰点还是十字的瞄准线，主要还是在于
增加你的射击精准度。那再来就是更符合人体工学的伸缩枪托。我一直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穿军服？因为你这样就知道敌人是谁啊，而不是你如果要当一个更有效的敌人，就要躲起来嘛，就是要让人家觉得你不是敌人，是我才可以来从背面把你砍一刀。OK， 大规模作战，你如果没有穿军服的话，其实违反国际法的，因为大家无法分辨你是平民还是什么。比如说2次世界大战发生一个事情，他们准备要杀人的时候，他们必须要把外套给脱掉，里面要露出里面的军服，再开始对敌人展开攻击，这样他才会受日内瓦公约的保护。所以不要随便穿军服啊。对，军服也是不要，对，打仗的时候也不要随便乱穿。海上要冲上来的时候，你是不是我们从陆地看下去，你看到是海？对。所以他得到伪装。当他上来之后，建立滩头堡之后，他开始有大量换作074迷彩、陆军迷彩换掉。Top Gun 第1集 Tom Cruise 的夹克不是有个台湾国旗吗？记不记得？有来这边以联合国为首，然后我们是协助，所以他就有个算是纪念章，看到的时候也蛮感动的嘛。很多科技都是从军事来的，人类世界上第一台手持电话。不有国防意识的话，我们其实是把自己处于危险当中的，把自己变成一个刺猬。你虽然小，可是你非常的强壮，别人就不会想来惹你。最后一个区域，几个台湾人，在乌俄战争爆发的那个时候，他们就前往乌克兰，大概有10个左右。Tony 那个时候他要准备离开的时候，乌克兰人就给他这个国旗，上面就是签他战友的名字。曾胜光跟他是同个单位，曾胜光跟他跟另外一个人在同一个坑里面被同一发炮弹炸到，就阵亡了。你可能一个敌人都没看到，突然就来一发炮弹，你就没了。基本上都是这种死亡，很少是枪对枪这样打死的。好，先清枪，好，来帮我上面夹，好，来上场，好 ，OK。欢迎收，好。上面讲。周的礼拜5晚上是。那个刚。深呼吸一下，好，太高。你如果全部打倒，所有的男生都要做伏地挺身。好，你可以的。很好，最后一个。很好 ，Good job！ 9、10。快点就好啦，快点，打到自己人的啦。我叫你用了吗？没有，放下，10下伏地挺身。低一点，再低一点，你不是很厉害吗？手握不好，手怎么教你的？握错了，老枪放下，老师教你没在听嘛。你问他啊，清枪怎么清枪？对啊，这样吗？那你这么不肯定问我，你要确定啊，肯定啊，清枪好，来枪放下 ，OK 好 ，OK 好，谢谢。拜喽。为什么会来这边受训呢？因为我也是退伍军人，可能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稍微要复习一下。我也去过以色列吧，那以色列他们是全民国防，他们是在战时的时候，立刻每个人民都知道自己要就什么位置，扮演什么角色，都可以拿到自己相应要的那个工具。哦，所以台湾未来会不会到这个程度，那就是看政府怎么去规划这些事情。小朋友他今年或明年要当兵了嘛，那4个月基本上在训练或是体能上可能没有那么充足了。那你的体能如果不够的话，不要说面对敌人啊，你可能连防守、连防护都会有些问题的。除了被爸爸邀请呢，你自己的动机是什么？一方面是我自己是真的想来看一下，目前台湾在做民防这一方面，它有就是做哪些介绍，有哪些改善。虽然说以前大家都可能觉得国军是米虫啊或怎么样，可是现在就是怎么讲？如果真的发生战争，第一线会最有专业知识的人，然后最有精神的人就是这些军人来保护我们。
所以作为民众，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多多支持他？你最大的目标是什么？在于你认同国家，认同这块土地，认同我们现在在保卫这块土地的这些军人，那你要去支持他们，他们才有办法有动力来保护我们。如果我今天在前面打仗，我后面那说投降，那你呢？你还玩吗？你懂我意思吗？对，对啊，要为他们加油。对，没错。第二是你自我防卫保护的概念，你如果能自己保护，你自己能止血，你就不用再动用其他的人再来救你，你把正确的资源又投放在更需要的地方，那才是我们最需要的。可是我们可能拿不到枪，对，有可能会拿不到枪。这我只说，因为他还是有年龄的区分嘛。有些人他自身有机会，我觉得人要放在对的地方嘛。如果你是一个高知识分子，你是玩无人机的，你是侦察的，你是开车的，你是重机具，你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发挥你应该要发挥的功用，而不是每个人都要拿枪往前冲。你觉得在这50年的台湾跟中国历史啊，现在算是很危险吗？其实没有，我们其实在从之前就已经有说过，就是一直很危险的。那只是说我就说，就很多人在努力让它降低危险嘛。但我们是说的，对岸是一直始终没有放弃侵略我们。那这个问题只要没有得到一个完整的答复，或者是一个约束的话，那它永远都是危险的。对，这是最大的问题。那我们必须要做些准备。一种是完全都不战，然后跟大家和谈。那也是在降低危险的方法之一。另外一种是我们增强自己的努力、自己的防卫，让你觉得我们不容易攻击，不能攻击我们，这也是降低危险之一嘛。所以这方法本来就是要多方面去做的，不是只有单方面觉得怎么样就一定能做得到的。对，所以很多人正在努力。对，乌克兰好像因为它有一个 will。有一个我要保护我的国家，这个对于战争有多重要？因为他们是被侵略国，它的中心思想就是把敌人给赶出去。台湾也是跟乌克兰一样的角色，我们不会去攻击别人，我们也不可能去攻击别人，但是我们会保护自己的这片土地。那如果战争真的爆发的话，我相信台湾人一定跟乌克兰人民一样，会很坚定的保卫自己的土地。就是你们这边的同事们有什么比较喜欢的党派嘛，政治立场？我们其实各种颜色的都有，但是我们可以在这边很和平的相处，因为我们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保护这片土地。Being here in Taiwan, if you're in the military, it shouldn't matter what political party you are, just as long as you're not red. 虽然每个人，包含民防机构的老板以及媒体的传播者，都会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保持中立是非常重要但很困难的一件事。我希望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可以邀请蓝绿五党，可以有更好的沟通交流。记得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保护台湾，台湾人的生命以及建立那么久的自由以及民主。哪一个比较重要？那就是很长的一个讨论。我认为民防是加强台湾更安全的一环。虽然现在两岸有很多的不信任，想办法达成共识，也是确保台湾平安的一环。最后想跟北科的学生说一声对不起，之前的影片我把台北科技大学的学生称为台科，其实是北科。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们的错误，尤其是北科跟台科的学生。媒体最不希望因为资讯不正确而让信任被扣分。我希望台科剧场是一个大家可以信任的频道，不同的观点才可以在这里更友善的去交流，不管你是认同或者反对。台湾以及国际媒体充满耸动的标题，强烈的意见很多时候也可以增加流量。虽然我们也对这些议题很感兴趣，我们只希望大家可以平安的过生活。不过也是因为这样，我们才会那么感谢我们的会员，谢谢你们的支持。如果你也想支持我们，觉得我们的影片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也欢迎加入。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